所以看完前2期视频的小伙伴们，到底更喜欢长租还是短租呢？今天我们就要做长租101，把所有长租从头到尾的过程告诉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你准备好了吗？大家好，我是 TC。大家好，我是思卫，可以叫我小秋。我们两个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去了趟坦桑尼亚，看了动物大迁徙。回来之后，我就决定放长假，然后辞职。我们开始努力的扩展我们的收入来源，争取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我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买投资房，现在一共买了2套。第一套是做短租爱彼迎，第二套也就是我们最近买的一套房子，我们决定做长租。好奇我们怎么做长租和短租决定的小伙伴，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长租和短租的对比。如果你想知道短租怎么做，也可以看我们之前关于做短租的经验分享。今天我们会认真仔仔细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从头到尾我们怎么做长租，希望对长租感兴趣的你有所帮助。那今天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投资房长租。首先是投资分析，应该买什么样子的房子；其次是买房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那第3就是出租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请听我们细细道来。第一个步骤，投资分析。看过我们之前短租视频的小伙伴肯定知道，我们投资买房就是看2个数据，一个是 cash on cash return， 也就是现金回报，还有一个是总的投资回报率，也就是 total return on investment。 什么是现金回报呢？就是你每个月你的租金收入减去你每个月所有的开销，包括你的房贷，到手的现金就是你的现金回报。而总的投资回报率呢，就是你每个月的现金回报加上你的房地产升值，再加上你的房贷付清的那一部分，全部那些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是你的总的投资回报率。那我们对现金回报和总的投资回报率有什么样的要求呢？第一，现金回报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每个月的现金回报不能是负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每个月比如说3000块钱的租金，那你每个月的开销就不能超过3000，这样子才能保证你每个月的现金回报是正的。那大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租金是3000刀的话，你不能直接拿这个3000刀算你的租金收入，因为你作为长租每年是肯定有空置期的。比如说如果你12个月，你需要1个月去找那个合适的客人的话，那也就是说你这3000刀的租金需要打一个1/12的折，那才是你真正的每个月的租金现金收入。所以大家在计算租金现金收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还要补充2点的是，第一，每个月不亏钱是针对于西雅图这个 market 的。我们居住在西雅图，然后它的房价其实一直涨得很好，所以就是说你在每个月现金流不亏损的情况下，你拥有一套房子，你是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回报率是因为这个房子的升值而产生的。所以其实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市场、自己所在的地区而做这个决定。包括很多小伙伴可能对 cash flow 对现金流的要求非常高，他希望每个月能给他带来现金收入，那你可能就要在一个房价比较低而租金相对高的地区来做这样子的投资。因为不同的地区它的增值空间不一样，但同时它能给你带来的每个月的现金流也是不一样的，你肯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针对性的市场而做投资。是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如何去估计你的租金收入在没有买房子的情况下。我觉得 Zillow 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你在 Zillow 上会找到很多关于长租的信息的价格。比如如果你买了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 3个房间的，那你就应该去 Zillow 上找你的那个买的房子附近有没有同类型的3个房间的 single family home， 然后去 compare 它过去租出去是多少钱，然后你 compare 大概4-5个房子以后，你心里面其实会有底，大概你买这个房子租出去会是多少钱，再根据你租出去是会多少钱，然后你做一个空置期的假设，你就可以算出大概每个月你的现金流到底是多少。
对，这跟我们之前推荐大家怎么做短租的市场调查是非常接近的。如果你对这个地区的短租房感兴趣的话，那你就是可以打开爱彼迎，可以打开 VRBO， 看看周围是不是有短租的房子，他们每天租出去的价钱是多少，这个市场是不是已经饱和了，竞争性非常高，或者这个市场是不是还有很多空间来给你发展。所以其实长租和短租在初期的市场调研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其实我们俩在计算过程中还有一个账目叫储备金，也就是你要修整这个房子所开的花销。而如果你买的是新房的话，这个储备金可能就可以低一些，因为这个房子里面的电器啊、家具啊都不太容易坏，你不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来修它。而如果你买的是个老房子，那可能你要经常修一修这个微波炉啊，修一修那个水管啊，那样子你可能就要设定一个比较高的储备金来做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计算。然后你把这些所有的开销考虑进去以后，你用你的现金收入减去你的开销，就是你每个月的现金回报。那第二点，我们刚才也讲了，是你这个房子的总投资回报率，我们会希望这个投资回报率是起码在15%以上的。这个15%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现金收入，也包括了我们对这个房子升值的期待值，也包括了我们每个月把那些房贷还清的那一部分，也包括了买这个房子最终可以给我们带来税收的一些优势。把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算进去以后，我们期待这个投资给我们带来的投资回报率是15%或者15%以上，这就是我们在总投资回报率上的要求。总投资回报率里面，房子增值其实是占你，特别是在我们西雅图这样子一个 market 是相当的一个部分的。这你注意了，如果你的房子升值是每年3%的话，你不能就直接用3%去估计你的房子增值的回报率，你也需要把你卖房的费用考虑进来。比如说你一个房子增值3%，5年以后你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以后，你是需要大概花6%至10%的你的房子的卖房费去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这个里面包括你需要付给房产经纪的费用，你需要付给买方房产经纪的费用，你需要就是各种各样的开销把你这个房子变成 ready 去卖的费用。所以说你在算房子增值投资回报率上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卖房子的费用也考虑进来。当你把你的房子增值、现金收入、房贷的付清以及所有其他的收入全部算好以后，你把这些加起来除以你之前对那个房子的总投资，也就是说你的首付以及你的 closing cost， 那个就是你的投资回报率。讲完了特别复杂的投资分析之后，到了非常激动人心的买房的时刻啦。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房的人，就是周末的时候我都会拖着 TC 一起去看 open house， 因为我觉得看房子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去看看别人住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他们怎么装扮自己的家，他们给自己的生活营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氛围，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而经常去看房子，其实也帮助我们在之后选房子过程中做了很好的准备。所以说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我们第一个推荐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去看一看房子，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你更喜欢什么样子的房子，你希望买什么样子的房子，你希望把什么样子的体验分享给大家。我们也说了，其实不管是长租和短租，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选一个自己想住的区域，自己想住的房子，把这种体验分享给大家，这是我们做长租和短租的初衷。所以说选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至于买房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个给力的团队来支持你。这个团队包括了你的 agent， 就是说给你在买房上提供建议以及帮你抢下这套房子过程中会占很大作用的 agent。 第二个是贷款经纪，就是会帮你去找最低开销的房屋贷款。第三就是 contractor， 就是会帮你去把那个房子，如果你买的是老房子，会帮你去把那个房子焕然一新的那个包工头。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大的团队在背后支持你去买这套房子的话，你的压力就会减小很多。其实说到团队，我觉得团队的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我心中，团队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能量场。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 aggressive 特别强势的人，
那你可能需要的团队需要帮助你去跟别人交流，来缓和一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如果你是一个比较 soft 比较温和的人，那你团队中可能就会需要有人来推你，来帮助你拿下这个 deal， 拿下这个 offer。我们之后也会做单独的视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方面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就是你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这跟打游戏跟我们传统的五行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对，那说到这里，小伙伴肯定会问，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给力的团队去支持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找对这个 agent， 你这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 agent。如果你 agent 找对的话，你的 loaner 或者是你的 contractor 其实都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说通过 agent 来找到的。一般有经验的房产经纪，他都有合作的非常好的贷款经纪和 contractor， 所以说如果你能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房产经纪的话，其实你的买房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对。所以怎么样去找一个非常好的房产经纪呢？首先我觉得可以从周围朋友买房的成功案例去找。如果周围朋友有非常好的买房的体验，而他们愿意把房产经纪推荐给你的话，你可以聊一聊，看你们的气场是不是很合。当然你也可以在平时看 open house 的时候和不同的房产经纪聊一聊，看看有没有符合你需求的房产经纪。最重要的还是你们需要气场很合，你们两个交流起来非常顺畅。我觉得这就好像找对象一样，找对了，那你就成功了一大半了。那等你选好了你心仪的房子到手了之后，你就要开始准备把这套房子租出去了。如果你决定你要做长租的话，你到底决定长租还是短租呢？可以看我们上面的视频哟。那如果你决定要做长租了的话，就要做好之后的几个准备。那首先你就要想好你到底想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租客。那我们对长租房客有哪些要求呢？第一点可能 TC 不同意，但是第一点我认为还是气场要非常合，就是你跟租客的关系，因为你跟租客会是一个长期的关系，他一租就要租1年2年。如果你们不能够很好的交流，经常会有一些摩擦的话，会对你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其实还是气场要比较合。那第二、第三点就是我们共同的要求，就是他的 credit score， 也就是他的信用值要非常高，还有就是他的收入要是3倍以上房租的3倍。对，我们一般是信用值，我们是要求是在700以上的。TC 对信用值要求还是比较低的，其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信用值永远都在760以上，我认为760是一个还挺好到达的数值，所以说我心中对租客的要求其实在760以上。700已经很好了，700已经很好了。760你找不到房子，你找不到租客的。然后大家注意，就是说很多 market 它是要求你把这些给租客的要求都写到你出租信息上面的。比如说西雅图，你就需要把你这些要求，比如说你的信用分数是700以上啊，比如说你的收入是要租金的3倍啊，都必须写得清清楚楚，写到那个 listing 上面。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根据你当地的法律法规，一定要搞清楚你应该写什么，你不能写什么。那当你定好你需要的租客是什么样子的之后，你就要开始营销你的房子。你要根据你对这个房子了解，把它的特色全部都写出来，然后拍上好看的照片，挂到租房平台上面。那我们俩这次租房用的是 Zillow， 我们觉得 Zillow 还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们也很推荐大家用 Zillow 来租房。对，还有一些其他平台，比如说 apartments.com 或者是 realtor.com， 其实流量也还挺不错的。那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吃了大亏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把你的出租广告挂到 Zillow 上面之后，它在前几天是会特别推荐你的房子，而到了一定时间，如果你的房子还没租出去，可能别人搜索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搜索结果的上方了。像我们两个就是刚挂上去，第一天、第二天有好多人联系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失误了，我们没有很快的回应这些人，没有很快的带他们看房，我们想等之后 open house 一起看，就错失了 Zillow 推荐我们的机会。Zillow 看
我推荐了你们这么多天，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租出去，那可能大家对你们房子没有这么感兴趣，于是他就开始不推荐我们的房子了，对我们的出租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你一定要在充分做好准备，马上可以大家看房的时候，再把你的房子挂到 Zillow 上面。一定要吸取我们血的教训。如果大家对我们波澜曲折的租房经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上方的视频，特别的波澜曲折。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很麻烦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请个 agent 帮你去管理整个这个过程，包括找租客，包括租客在房子里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他帮你处理。一般这样子的 agent 会收你一个10%左右的管理费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小伙伴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推荐，如果你不想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找一个 agent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option。那当有租客联系你之后，你就要带租客看房了。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双向面试的过程，他来看你的房子，他来了解你这个房东的同时，也是你了解他的一个过程，你面试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推荐你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选一个你非常愿意分享这个体验的一个好的租客。那在租客看完房子之后，你要热情的鼓励租客提交租房申请。有2种方式，一个是可以你自己在网上找一个模板让他们来申请，第2种就是你让他们直接在 Zillow 上申请。那其实我们2个还挺推荐大家直接让租客在 Zillow 上申请的，因为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单独再去拉他们的信用记录，拉他们的 credit score， 单独拉他们，你用一个第三方网站其实是需要额外的费用的。而 Zillow 其实把这些信息都总结得非常好，里面包括了他们的 credit score， 包括了他们的工作、收入等等信息。Background check。对，背景调查，所有你需要的 review 的信息 Zillow 都帮你整理好了，所以他们如果在 Zillow 上申请，这些信息就会直接发给你，你就可以浏览这些信息，看这个租客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如果这个租客满足你的要求的话，就赶快把这个租客给签下来吧，你就可以把租赁合同发给这个租客，让他签字。那关于租赁合同，其实网上有一些模板，你也可以问你的买房经纪要一个他的模板。一般买房经纪他们自己也会出租房子，所以他们应该会有类似的模板可以和你分享。那签完合约之后，我们2个的要求是让租客在24小时之内交1个月的房租来预留这个房子。他交完1个月的房租之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租房广告从 Zillow 上面拿下来。其实这个信息我们在最开始的Zillow 广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入住前要交第1个月、最后1个月的房租，再加上一个 deposit fee。而这个 deposit fee 就是当租约结束，他们搬出去之后，如果房子有任何损坏的话，是用来修补这个房子的。而你在签合同24小时之内交的那1个月的钱，是确保就是在你签完合同和搬进去有一段时间内，如果这个租客反悔的话，就相当于是作为你这一段时间没有租出去的一个补偿。 Deposit 其实是可以你自己定的，我们设定的就是差不多大概1个月的房租的价钱。那我们的出租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做长租，所以其实我们2个在这方面都不是非常的资深，也是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经验丰富，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够向大家学习改善我们的流程。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对我们的频道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见哟，拜拜。